我进京和亲那日，守城军不验国书，只盯着我脚踝上的银铃。那铃声很轻，是塞外女子成年时才佩戴的王铃。可城楼上病弱的昭宁公主忽然落了泪。真吵，我有心悸，听不得这种蛮铃声。摘了。摘什么？公主挺弱，你既来和亲，就该懂中原规矩，摘铃、卸刀、跪行入城。那不是乌云，是护送我南下的30万漠北铁骑。还想，本宫从小有心疾，太医说了，最受不得尖锐杂医。他明知我是大梁级公主，还带这种蛮铃进京，是不是故意咒我病发？我第一次来大梁，没人告诉过我，你连风声都要管。放肆！昭宁公主金枝玉叶，岂容你一个和亲女顶撞？霍妍姑娘，进入大梁就该守大梁礼法，公主既不喜，你摘了便是。国书上写的是姑娘，称谓小事，不必计较。漠北草原上，称谓从不是小事。我也不是要为难他，只是今日皇兄亲迎和亲使团，满城百姓都看着，他一身胡服，腰间还挂刀，脚上叮叮当当，若让百姓误会我大梁怕了漠北，岂不伤了两国体面？来人，替呼延姑娘卸刀摘铃，换公制软鞋，跪行3日入城，以示归顺。少君，这是大梁皇帝的意思。入城礼仪由礼部定夺。你的意思呢？本将奉命守城，自然要护我大梁公主周全。算了，他到底是塞翁来的，不懂礼数。若他不肯摘铃，便让他在城外候着吧，等我身子好些，再放他进城。赵烨，王铃一响，36部听令，你若受辱，漠北不必再忍。来人，摘了他。谁敢碰少君？反了！一个陪嫁蛮奴，也敢在京城动手！皇兄怎么还不来？我心口疼得厉害。陛下驾到！皇兄，我不是故意拦和亲队伍，只是那铃声实在刺耳，我心口疼。漠北王女呼延赵烨，昭宁自幼体弱，她若不是，朕也不能不管。既然只是银铃，你摘了便是。两国联姻，贵在相让。若今日是大梁公主入漠北和亲，漠北人嫌她凤冠刺眼，要她摘冠跪行，陛下也觉得贵在相让。大胆蛮女，你既来和亲，将来便是大梁妇，怎敢拿自己同昭宁相比？皇兄别恼，他在塞外长大，不懂尊卑也是有的。只是我身子真的受不住，他若肯摘铃，我愿意把自己的御暖炉送给他，算作赔礼。昭宁公主，你觉得一只暖炉能换漠北亡灵？我只是好意。那我也好意提醒你一句，漠北女子的亡灵只有3种时候能摘：死后入关、登汉位前、
或者向敌人宣战。陛下，此女威言所听，漠北既遣她和亲，便是有求于我朝。若今日因一枚铃铛退让，往后漠北使团入京，岂不人人佩刀送马？呼延姑娘，你父汗送你来，不是让你摆王庭架子的。两国盟约已定，你入宫为妃，漠北得岁贡护照，各取所需。莫要一时意气，坏了你族人活路。沈尚书看过盟约？自然。哪一份？我带来的国书你们没验，大梁礼部手里的副本我还没见。沈尚书怎么知道盟约写的是我入宫为妃？国书内容岂容你当众质疑？皇兄，我好难受。还愣着做什么？摘铃！若昭宁有个好歹，哀家要他整个送嫁任务赔罪。按住他们！陛下也要这么做？摘！少君，这是大梁京城，若先动手，便是漠北理去。我要等大梁亲手把刀递到我手里。什么亡灵，不过是个小事。到了大梁，公主说不喜欢，你就得摘。别弄疼他，他毕竟远道而来。稳住！漠北骑兵不敢攻城，他们少军还在这里。赵叶姑娘，你别怪我，我只是病了，病人总是受不得委屈的。所以骗人都该让你？我没这么说。昭宁乃大梁嫡公主，生来相贵。你既是来和亲，就该明白，她一句不是，比你10句委屈都要紧。备战！备战！皇兄，他们要造反吗？陛下，现在你满意了？不过虚张声势，漠北王年迈多病，绝不敢同大梁开战。漠北先汗昨夜崩逝，
王庭36部以奉遗诏，用少君呼延赵业祭韩魏，请心寒示下，今日大梁辱我亡灵，是按盟里议罪，还是按敌国宣战？你傅寒崩了。昨夜，那你为何不早说？陛下验过国文吗？陛下，即便他祭了韩魏，也不该纵兵压我大梁京城。他隐瞒身份，其心可诛。隐瞒？我入城前3次请验国书，第一次，守城军说昭宁公主未醒；第二次，礼部说先改仪容；第3次，太后要摘我亡灵。陛下，大梁没有打开的东西，怎么成了我隐瞒？皇兄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他若早说自己是星汉，我也不会。不会什么？我只是听不得铃声。我真的病了。病了，可以治，但手欠得罚。放肆！你虽是漠北星汉，也不能在大梁京城威胁哀家的女儿。太后错了，不是威胁。请心汉示下。现在重新参谋，或者开城定战。开正门，迎漠北星汉入城。皇帝，今日之事是大梁失礼，朕会给星汉一个交代。先从称呼开始，请呼延寒入城。何言汉，你是草原上的我只是个病人，你别同我计较好不好？昭宁公主，你刚才让人扯我亡灵的时候，手停稳，别装了。国书，少君，韩王他们改了盟书副本。怎么改的？原盟书写的是两国互市共守边境，漠北新韩入京会盟。大梁礼部这份副本写成了漠北倩女和亲，求大梁赐粮3年。沈崇礼，陛下明鉴，臣所见副本本就如此，或许是漠北文书在传递途中有误。莫言国书一式3份，一份在我手里，一份在王庭，一份送往大梁礼部，3份封泥皆有狼首火印，拆开即毁。沈尚书，你改盟书的时候，没人告诉你，漠北的狼眼睛从不向下看吗？够了，召女士召集盟书之事，稍后再查，先送公主回宫。不行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让人扯断亡灵，这第一个交代还没给。那你要我偿命吗？命不必。手伸出来。从现在起，到盟约重签之前，你亲自捧着它。若掉一次，这回铃不会响，骨会。
呼延汉何必这么咄咄逼人？你如今已经得了体面，我也受了惊吓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你受惊是因为你做错事，可你也没有真的受伤。草原女子皮糙肉厚，这点伤也值得拿出来说。大梁太后若觉得不值，不如让昭宁公主也被人当众扯断凤冠，划破额头，再说一句不值。放肆！这里是大梁皇宫，所以我们才还在讲道理。取礼部账册来，查盟书何人改动，岁贡何人经手，边关粮银何人拨付，一并查。他现在查，是因为城外30万铁骑。这是我漠北杀隼3年记下的护哨账。大梁拨给边关的粮，一半进了京中权贵的私仓，赠给漠北的盐铁，30%被沈家转卖给南面私商。安抚漠北王女仪容银，这是什么？是为给和亲公主置办衣裙首饰。衣裙呢？首饰呢？原来在这儿，这是母后赏我的，我不知道来源。记下。漠北和亲遗银入昭宁公主私库。我说了我不知道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要还吗？他或许知道朝中贪墨，却未必知道他们摊到了漠北头上，更未必知道礼部把本该会盟的新汉写成了入宫为妃的和亲女。陛下，臣有罪，可臣也是为大梁着想。漠北新汉年轻，若能借和亲之名留在京中，36部群龙无首，我朝边境便可安稳10年。所以你欺君，臣欺的是曼北，不是陛下。陛下难道不想要一个反过来没有王的曼北吗？沈尚书也是为了大梁。皇兄，漠北强盛一日，大梁边境就不得安宁一日。若呼延兆业真留在宫里，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妃子，对我们都有利。昭宁，我知道你们觉得我任性，可我是大梁公主，我病弱，也想替大梁做点事。今日我逼他摘陵确实不妥，但若能借此压住漠北气焰，又有什么错？昭宁公主，你比沈崇礼聪明，他改盟书是想把我困在京城，你逼我摘陵是想让漠北看见他们的新汉受辱，从此在36部面前抬不起头。你胡说！你可惜什么？可惜我没跪。少女，你有没有参与改盟书？皇兄，我只是听沈尚书说漠北女子最重亡灵，我没有碰盟书，我只是想帮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陛下，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尚书，关公门，封城坊，漠北新汉入宫挟天子，意图谋反。只要他死在宫里，城外铁骑便是无主之兵，到时大梁占据城墙，未必不能一战。你觉得他们无主？先汗已死，新汗未测，你不过是个还没坐稳王位的女子。谁告诉你漠北侧侯要在王体？沈崇礼，你敢逼宫？陛下，臣是替大梁除患。今日若放他活着出宫，30万铁骑会把大梁压得10年喘不过气。公主现在装什么无辜？不是你说呼延兆业若不低头，大梁永无恒日吗？多少人？宫中2000，城防营8000，外加沈家私兵，够他做个好梦。拦住他！
惩罚到他了，他了！哈哈哈哈！谁说侧汗要在王庭？漠北心寒有天鹰为证，36步为印，王血为令。现在我坐稳了吗？少君，韩琦已立。叫我汉。呼延汉。拿下！我为大梁，我都是为大梁。你为的不是大梁，是你自己的功名。封存礼部、户部、转运司3处账册，凡参与篡改盟书者，革职候审；凡侵吞户氏银两者，抄没家产；凡私卖漠北盐铁者，以通敌论处。昭宁，你逼辱漠北新汉，挑动两国争端，即日起禁足长宁宫。皇兄，她是你亲妹妹，所以朕才只是禁足。哼。呼延汉觉得不够。大梁家事我不插手，但漠北的账另算。昭宁公主，你不是听不得铃声吗？漠北每年春末会在边市开3个月马良节。想做什么？牛羊过世，马队穿城，铃声从日出响到日落。从明年起，你去边市监账3年。不可能，我有心病，我会死的。那就让太医随行。你敢让大梁金枝玉洁的公主去边境受苦？太后放心，漠北不会让她受苦，我们只是让她听听她今日闲吵的铃声是怎么从边民的牛羊、商贾的马车、两国的生计里想出来的。准。臣之罪。你守城不验国书，却听一个公主哭2声便要我跪下，说今日来的是别国使臣，你也这样守城？裴之燕革去守城将军一职，发往北监军中，从小卒做起。让他去守边市。昭宁公主听令，总要有人护送。臣令发。护颜姑娘，臣失言，臣罪该万死。称谓小事，礼仪由礼部定夺。不是小事，礼部无权辱他国君主。学得挺快，那就去漠北学3年礼。放心，我们草原人很好客，就是冬天风大，容易把嘴吹老实。太后，快传太医，夫人造孽！陛下三思啊！昭宁公主乃是陛下嫡亲的妹妹，是太后心头的肉，更是我大梁的国体颜面。让她去那蛮荒边市受苦3年，与流放还请何异？陛下以孝道为先，恳请汉主收回成命。皇兄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别让我去边市，我真的会死的。让太医将太后送回宫。呼延汉，我大梁管教不严，让你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朕代昭宁、代大梁向你道歉，但昭宁、裴之言、沈怀瑾3人辱没漠北韩主在先，朕已准了你的惩罚，均无戏言，绝不更改。但沈崇礼一案性质不同，他篡改国书、贪墨军饷，更发动宫变，意图谋逆，此乃动摇我大梁国本的叛国大罪，牵连甚苦。如此重案，必须依我大梁律法，交由大理寺刑部御正陈林，方能给天下一个交代。朕想这一点，呼延汉应该能够理解。陛下言之有理。
叛国大罪，自然该由贵国律法审理。我漠北虽然没有这么复杂的规矩，但也懂得客随主便的道理，所以我同意将沈崇礼交于大理寺。本函要派人亲任监审官。为表公正，本函请派一人亲任监审官，与贵国三司一同查案。主恩，陛下圣明。沈崇礼篡改国书，贪墨岁贡，私调禁军，桩桩件件都是掉脑袋的大罪。可我有一事不明：难养私兵，收买人心，哪一样离得不开白花花的银子？他一个礼部尚书，俸禄几何？叛乱的资本从何而来？沈崇礼一案罪在谋逆，根在贪腐。若只惩其人，不查其财，本函恳请陛下下令，即刻封存礼户部所有相关账册，由监审官介入彻查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非是臣不愿配合，实乃天意弄人啊！就在前几日，户部存放近10年岁贡账册的库房意外走水，一场大火将所有账册都烧成了灰烬啊！臣有罪，臣监管不力，请陛下降罪。烧了，辈分，开眼吧。大梁景和3年秋，岁贡牛羊3万头，礼部以演绎为名，克扣1000头。入审重言司长。景和4年春，漠北献良马5000匹，礼部上报病死300，然此300匹马3日后即出现在京城西市，被昭宁公主亲卫营购入。景和4年冬，和亲遗银20万两，户部与礼部立仪容银、车马损耗银等虚账，共进账3万两入昭宁公主司库，2万两由户部侍郎周显、礼部侍郎沈怀清等人分食。拖下去！将账册上所有提及之人，无论官阶，全部给朕拿下，打入天牢！汗主，不好了！刚被收押的户部侍郎周显在天牢里畏罪自尽了。什么？畏罪自尽？真是好一个畏罪自尽！人死了，线索就断了。乌兰鹤，属下在。传我将令，点300漠北亲卫，即刻包围户部衙门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来。我倒要看看下一个自尽的是谁。呼延兆业，你是不是觉得朕不敢杀你？陛下若想杀我，就不会只召我一人前来。好，很好。朕确实不能轻易杀你，但你不要以为朕的大梁就是纸糊的。你派兵溃户部是想做什么？干涉我大梁内政。你今日之举是在动摇我大梁的国本。你若再不知收敛，朕不惜倾巨国之力与你漠北一战，铁石玉石俱焚。你以为你能讨到什么好？陛下息怒，只是查账而已。查账？有你这么查账的吗？因为不这么查，死的就不止一个户部侍郎。您真的以为沈崇礼贪墨的那些银子只是为了中饱私囊吗？毕竟那些被克扣的军饷换成的劣质兵器，正握在陛下那些守卫边疆的士兵手里。我只是担心，万一哪天他们握不住了，我的漠北铁骑就得帮陛下的忙了。劣质兵器。我的斥候在你们的云州边镇待了3个月，他们看到的远比那本被烧掉的账册更精彩。边军操练的佩刀，与木桩对砍，3次便会卷刃，5次便会折断。他们私下里都管那叫一刺。剑库里的箭羽用的是最劣质的胶，淋一场秋雨便会脱落。没了箭羽的箭，射出去便会罚滚，连30步外的靶子都上不了。还有甲兽，沈崇礼送去边关的金刚甲，我的人用一把剔骨刀就能轻易捅穿。陛下，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您每年拨下的数百万两军饷，养着的数十万边军，他们手中握着的是一堆会要了他们命的废铁，他们身上穿着的不是护身甲，而是一副催命符。沈崇礼，他不是在贪钱，他是在用这些钱买下您整个大梁方房的命。朕允你查，但是
此事干系重大，绝不可声张。由大理寺刑部与你的人组成密探司彻查，所有卷宗只有你我2人可见。不，陛下，此事必须公开。唯有公开，大张旗鼓的查，才能让那些藏在暗处自以为安全的人自己跳出来。汉主，线索又断了。每到关键之处，人不是死了就是疯了，背后一定有只大手动摇。我碰到了一堵墙，一堵由更大利益、更大权力铸成的墙。活该，一群沈城里的走狗。听说这次严查是因为边关的劣质兵器案，还说公主您之前收的那笔仪容银，就是从军备款里出的。汉末军饷动摇国本，这不是去边试清修3年能了结的罪过。公主用些钱财装点，也是为国争光。我不能死，我还有底牌。臣兄无弟，小妹危矣。2日后事时，盼兄以雷霆之势救我出此樊笼。事成之后，宫中珍宝任君挑选。昭宁弃谢拜上。臣兄，宫中能让昭宁公主称一声兄，又握有兵权，能行雷霆之事的，只有一人，禁军副统领陈潇。陈潇，难怪。户部的账册总能提前被烧，物证总在半路丢失，人证总会离奇暴毙。原来通风报信的鬼不在朝堂，而在禁军。陈潇的母亲是太后的远房表姐，她自小在宫中长大，与昭宁公主情同兄妹。她掌管着皇城各宫门的守卫轮换。她不是在坐以待毙，她是在反击，召集禁军发动宫变，反咬一口，说是我构陷忠良，好一招釜底抽薪。这已不是阴谋，是兵变预谋。乌兰鹤，备车。是。这是什么？昭宁公主的求救信。信是写给禁军副统领陈潇，约他2日后5时以雷霆之势救他出宫。他敢！陛下，这算是家事还是国事？陈潇当诛九族。至于昭宁，他定是受了沈崇礼的蛊惑，朕会将他禁足于皇家寺庙，终生不得踏出半步。这个交代，呼延寒可还满意？陛下，现在谈交代为时过早。什么意思？在治病之前，总要先问问病人病根究竟在哪。也许我该亲自去拜访一下昭宁公主。她既然写信求救，想必有很多话想说，我想听听。呼延翰深夜到访，不知有何贵干。我身子不适，怕是招待不周了。这钗子很配公主，只可惜送错了人。
是联系了陈潇，我就是要他带我走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呼延照烨，你以为你抓住了我的把柄，就能让我任你宰割？你以为我那个好皇兄会为了你这个外人真的对我下死手？天真，你们都太天真了。你们以为沈崇礼那个老东西，凭着几句屁话和一块破虎旗就敢发动宫变？那只是他摆在明面上的棋子，是演给你们看的戏。真正的杀招，他早就交到了我的手上。武力、兵变，哼，那是蠢货才用的手段。真正能杀人的是笔，是账本。沈崇礼为礼部尚书30年，上面记着大梁朝堂近一半的官员，谁收了钱，谁卖了官，谁侵吞了军饷，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。甚至还有我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兄，为了巩固皇位，和朝臣们做的一些交易。你说，如果这些东西公之于众，我大梁的朝堂会不会立刻塌掉一半？现在我们来谈谈条件，呼延翰。要么你们看着我风风光光的去皇家寺庙祈福，此事到此为止；要么我就把这本账册亲手交到御史台，大家一起死。再说一遍，你要拖着朕的江山一起死！皇兄，是他们逼我的，是呼延照烨这个妖女要把我往死路上逼。我若活不成，谁也别想好过。陛下，公主殿下，你搞错了一件事。我对你们大梁的内斗，谁上谁下，谁贪了谁的钱，没有半点兴趣。你胡说，这上面是谁的名字，都与我无关。我只要一个名字。那个向边关提供劣质兵器的军火供应商是谁？是郭家，是太后的母家，是当朝国舅郭槐。兵器是他家的仿造的，军饷也是他吞的，沈崇礼只是替他遮掩。我私吞的仪容银也是从他那里过的账。皇兄可以作证，此事他心知肚明。郭槐，原来是大梁的国舅爷在挖大梁的根基。陛下，这就有趣了。有趣。皇儿，我的儿啊！我的昭宁，这是怎么了？谁敢欺负你？是你这个漠北妖女！一来我大梁就兴风作浪，如今又想构陷忠良，欺负到哀家的心肝头上。陛下，你看看她，这妖女分明是想离间我们母子，动摇我大梁国本。国家世代忠良，竟要被一个外人如此污蔑，哀家不活了！这是什么破铜烂铁？你想用这个来污蔑国舅府？此刀从漠边关一名战死的良兵身上取下，他至死的握着这把断刀，对面是我漠北勇士的弯刀。太后娘娘，您说他死的冤不冤？不可能，是伪造的，一定是你们伪造的！陛下不必为难。我不要郭氏人头落地，那只会让大梁内乱，与我漠北并无益处。我要的是钱。钱。对，钱。郭家贪墨军饷，导致军备废职，兵士枉死。这是你们大梁的家事，可因为你们的家事，我漠北边境同样要面对一个不可靠的邻居，我的族人同样承担着风险。这就是我们的事了。第一，郭家必须吐出近10年来贪墨的所有军饷，一文不能少。这笔钱，我要陛下当着我的面全数拨给兵部，用于换装大梁30万边军。我要他们的刀每一把都锋利，我要他们的甲每一件都坚固。第二，在此基础上，
郭家要再赔偿这笔管项的3倍，一半就当是我漠北替那些枉死的良兵讨的公道，另一半作为对我漠北此次出使受辱，以及多年来因你们边境空而承受风险的补偿。准。郭氏一族交出所有不法所得，并处3倍罚金，即刻查抄，由户部与漠北使团共同监办。即日起，太后奉体为上于长乐宫静养，无朕旨意不得出宫，所有宫人一并更换。至于昭宁公主，依旧按呼延汉所议，即日启程前往边市监照3年。不，皇兄，我是你亲妹妹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放开我，我不去，你们放开我！妖女，我杀了你！汉，他罪有应得。不，他的惩罚才刚刚开始。走吧，陛下，该去谈一份真正的盟约了。此条可行，将计按就治即可。呼延汉，开放牛羊皮货药材贸易，我大梁并无异议，但盐铁万万不可。盐乃国之命脉，铁为君之甲胄。此二者自太祖起便严禁出关，乃是祖制，更是为了国防安危，岂能与外族通商？张大人所言极是，此乃国本，动摇不得。漠北善骑射，若得我大梁精铁，打造兵日，岂非养虎为患，万不可开此先例。呼延汉，盐铁之事干系重要，不如我们各退一步。大梁可以增加岁贡中的铁器币了，但边市……陛下，我以为我们在谈的是盟约，不是施舍。平等的贸易，互通有无，这才是盟约的根基。若连最基本的盐和铁器都无法流通，漠北的牧民如何主食过冬？我的勇士如何更换钝掉的耕履？难道这就是陛下希望看到的和平？陛下，这样争下去，恐怕3天3夜也谈不出结果。不如我们换个方式。什么方式？我提议今晚在鸿胪寺设宴，不过这场宴会有些特殊，不必邀请任何官员，也不必请任何皇亲国戚。我邀请的客人是这京城里所有与我漠北有过生意往来的大梁商贾。诸位，今日请大家来，没有别的事，只是想听听大家的声音。老人家，你家的羊绒在大梁好卖吗？好卖，托陛下和韩王的福。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你的货到了边关，10城里要被刮掉3城当孝敬，进了京城，剩下的7城里还要再被官市抽走2城当损耗，最后到你手里的钱还够路上的盘缠吗？这位老板，我漠北的贵族最喜欢大梁的丝绸，你的货在漠北一定很受欢迎吧？汉王说笑了，小人做的只是小本生意。小本生意？我听说3年前你因拒绝向礼部官员缴纳额外的通关银，最大的一批货被扣在边关，活活没烂。你的儿子为护货惨死途中，家产赔得一干二净。你现在告诉我这是小本生意？汉王，为草民做主啊！他们是吸血的魔鬼，什么组织，什么国法，全都是他们用来刮地皮的借口。没错，我的茶叶也被他们扣过，硬是罚了我5000两银子。我的马队每次过关都要被那些兵刀扒层皮，我的药材被他们层层加价，等到了百姓手里，价格翻了10倍不止啊！我也是，我的货，陛下呀！朕意已决，即日起重开边市，所有条款尽依新盟。汉，我们赢了！我们把那些大梁人的傲慢全都踩在了脚底下。这盘棋还未到终局。乌兰鹤，备车，去一趟天牢。汉，去那地方做什么？见沈崇礼那老贼只会污了您的眼睛。有些账需要当面算清，我要让他死得无
漠北的心寒是来看我这个阶下囚的笑话吗？我从不看笑话，我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败军之将，还有什么值得你问的？值得。你费尽心机篡改国书，煽动宫变，赌上整个沈氏一族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那我倒也想问问你，你忍受城门之辱，以身为饵，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报复、示威，还是为了你的捍卫激起？沈崇礼，你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。你以为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输赢，为了荣辱，为了权力？我的亡灵被扯断时，我确实愤怒，但那愤怒不是为一个女人的尊严，而是为一个韩王的责任。那铃声代表着漠北的牛羊又熬过一个寒冬，代表着我们的商队满载而归，代表着草原上的孩子们能有足够的粮食果腹。我想要的是一个能让两国边民都安居乐业的和平，一个我漠北的牧民不必再因一口盐一块铁而向你们卑躬屈膝的平等。你为的是私欲，而我为的是我的族人。为族人，原来是这样。漠北的不远，漠北的心寒，小心，一个被挫败的皇帝，远比一个傲慢的皇帝更可怕。归途多保重。一个被挫败的皇帝，远比一个傲慢的皇帝更可怕。萧景恒，你失去的颜面必会用血来洗刷。传令下去，将郭氏一族赔偿的所有白银全部送入京城最好的将府。韩，熔掉，为我重铸一枚亡灵。韩，那段灵是大梁欠我们的罪证，怎能？罪证已经刻在了史书上，刻在了他们每个人的心里。这些是他们用国之根基换来的贪腐之财，是边关将士的血肉，用它来铸我的新亡灵，再合适不过。另外，将沙炫分批遣散，换上商旅服装，混入出城商队，沿着归途所有官道小径，给我摸清每一寸土地，哪里的草被踩过，哪里的林中有鸟惊起，我都要知道。是。韩，归途必经的应酬县有问题，两侧是绝壁，古道狭长，仅容2辆马车并行，是天然的绝杀之地。峡谷两侧密林中有大量人为踩踏痕迹，规模至少在5000人以上。他们清扫了地面，但泥土骗不了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整个应酬谷死一般寂静，连一声鸟鸣都听不到。萧景恒，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！韩，我们不能走应州西，请您下令改道北上，绕开这个陷阱。不，路不换。韩，不仅不换，我还要写一封感谢信，告诉他我们何时会到应酬谷。韩，你疯了吗？这无异于将自己的脖子伸到萧景人的刀下。一头猛虎设下了陷阱，猎物若是绕道而行，虎只会觉得猎物胆怯；但若是猎物非但不躲，反而大摇大摆地告诉他，我何时会踏入你的陷阱？你猜这头虎会怎么想？他会怀疑，会恐惧，他会把陷阱的每一寸都翻来覆去的检查。他越是猜疑，他的爪牙就越是迟钝。大梁皇帝陛下亲启，归期已定，3日之后辰时启程，感欠陛下盛情，沿途多有诏服，途经应召堑，想必风景独好，本汉甚为期待，望陛下为我备下之仪仗，能为归途壮行。漠北呼延赵烨顿首，不必偷偷摸摸，敲响鸿胪寺的正鼓，将此信亲手交到萧景恒手上。他发现了，他一定发现了。陛下，此乃呼延赵烨的虚张声势，他已经笼中之鸟，请陛下降旨，应酬舰的埋伏不仅不能撤，反而要加倍，务必一击必杀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呼延赵烨此女心机深沉，她敢如此行事，必有依仗。这封信不是遗书，是战书。他这是在引诱我们出招，应酬舰或许早已被他反向布下天罗地网。战书，他拿什么跟朕打？他的人都在京城，30万铁骑远在千里之外。可天鹰还在，撤兵，我不甘心，不撤，我怕踏入他的圈套。按兵不动，全军戒备，分兵探查，分兵探查。
归途辛苦诸位了，这点心意不成敬意。恭送漠北韩王，祝您一路顺风。时辰已到，启程。放箭！冲下去，给我找到呼延兆业，死活不论！呼延兆业，你的死期，假的，是假的！去。带这个回去，告诉你们的皇帝，他的诚意我收到了。他知道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，我的杀局成了他的舞台。他没有屠杀我的5000精锐，那不是仁慈，是比屠杀更残忍的羞辱。这根羽毛是我亲手为自己戴上的枷锁。陛下，保住龙体！都滚出去！公主，该对账了。公主，这是您的后半生。先寒在时，对贵部多有苛待。一个女人爬上汗位，日子会更难过吧？谁说不是？一个娘们儿懂什么放牧打仗？凭什么听她的？首领的苦，我懂。这是我大梁皇帝的一点心意。只要首领愿意振臂一呼，反对那妖女，事成之后，漠北的盐田贸易我们只与首领做，届时整个漠北的财富还不都是您的？好，沈大人说的对，我们漠北的汉子就该由汉子来带。你放心，只要银子管够，我这就去联络其他几个部落，不出半月，定让那女汉的王庭天翻地覆。
喊！今日那头来自大梁的肥羊又来了，他给了我500两银子，让我带头造反，我答应了。这只肥羊油水很足，让他多加点儿，多要点儿。800里加急送去大梁皇宫，亲手交给萧皇，替我谢谢萧皇，感谢他慷慨解囊。这个冬天，我的子民又能多添几件冬衣了。传朕旨意，着边关守军严格遵守新盟条款，不得有丝毫违逆。凡与漠北贸易，一律依盟约行事。若有阳奉阴违者，立斩不赦。令沈怀瑾从大梁宗卷中除名，此后朝堂之上，任何人不得再提及此人。还有呼延兆业，他的名字亦是。汉，西边边境传来急报，有一支极其庞大的使团已经进入我们的领地。什么人？他们自称大秦。两国互市，账册公开，边民先得良言。大梁不得以和亲之名扣押漠北王族，漠北铁骑不得无故越境，但若盟约被毁，亡灵为令。别怕，今日不罚你。你已经赢了，还想羞辱我？赵宁，你到现在还觉得这是输赢？不是吗？你让我丢尽脸面，让皇兄罚我去边试，让满京城都知道我怕林生。你看见那些人了吗？铃声不是给你听的，是给他们听的。韩，我们回漠北吗？回。不过走之前去一趟边市账房。为何？来都来了，顺手再查一笔。